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新华社专访歌唱家周深，回忆童年，泪洒现场，实力彰显榜样力量。一转眼，距离乐坛劳模、实力派唱将、歌唱艺术家周深2024年 9.29HZ 巡回演唱会南宁站完美收官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截止到目前为止，与之相关的各种话题讨论还在持续上升当中。就像工作室所总结的一样，在微博热搜中，关于深深演唱会的话题阅读量破 51.9 亿，全网登热搜榜100家，相关话题阅读量破 17.5 亿，视频热搜和图文热搜就更不用说了，几乎覆盖了全网社交平台。换句话说，只要打开相关媒体，都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深深的高光名场面。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强大的轰动，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深深不论走到哪座城市，都会为追随他的歌迷生米带来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满满的感动。就拿北京鸟巢站来举例，北京电视台持续1周播放相关视频，直言深深在鸟巢上演了史诗级现场。尤其演唱到金曲大鱼时，鸟巢上空真的出现了一条大鱼。除此之外，到场的站台嘉宾同样也是一大看点。其他歌手开演唱会，空降现场的几乎都是圈内好友，最多也就3-4个人。反观深深北京站这场，国家队、奥运冠军全员包场，女排最美女神惠若琪看完之后，还特意写了一篇短文儿，直言这是自己第一次看周深的演唱会，真的是心心念念了好久，这次终于达成了。当他演唱到金曲《北京欢迎你》和《灯火里的中国》时，感觉太提气了。中式的温情与力量让他瞬间变得高大了起来。演唱到起风时，还不忘郎平郎指导安利，这是自己最喜欢的曲目之一。最后明确表示，周深的歌在我低谷时唤起了我的希望，每字每句都透着对深深的喜爱之情，可见深深当今华语乐坛的江湖地位都多重要了。再有就是江苏苏州站进行到点歌环节时，现场的工作人员用摄像机捕捉到了一位来自安徽的小朋友。随后深深问今年多大了，得知12岁后，深深再现了综艺名场面，直言想必还有很多作业吧。听到这句话后，小姑娘可谓中气十足，一脸傲娇的大喊一句都写完了。得到这个答案，台上的深深脸上挂满了笑容，甚至比小姑娘都开心，一边竖起大拇指赞赏，一边让全场歌迷鼓励他。随后问道什么时候听自己唱歌的，结果万万没有想到，小姑娘3岁时就已经开始听深深的金曲了。不论是胎教还是音乐启蒙，都是深深的金曲，而且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听的第一首还是经典中的经典大鱼，可能谁都不会想到，一个简单的点歌环节，居然还能上演一段偶像与歌迷之间的双向奔赴名场面。事实证明，深深的歌迷早已横跨了老中青3代，小到刚学走，大到99。也正是因为 9.29HZ 巡回演唱会上一个又一个的高能时刻，深深除了受到全网赞赏外，同时还引起了官媒们的密切关注。对此，最具权威性的新华社特意邀请深深作为嘉宾，录制了一档10年时光的深度访谈节目。要知道，不是娱乐圈任何一个艺人都能接受新华社访问的。简单来说，光有流量或者庞大的粉丝群体只是一个基础，只有实力强、有担当、人品好的歌手或者演员才能受邀被访。在深深参加之前，参加的艺人有易烊千玺、陈道明、雷佳音、谭维维、张艺谋、宋佳、沈腾、贾玲、关晓彤以及央视一众实力派。
除了少数不在娱乐圈的工作者外，几乎都是深深的私交好友。节目正式开始后，只见深深穿了一件黑色外套，搭配经典白色衬衫。尽管录制节目期间还在巡演，每天的通告都很繁忙，可在镜头面前，深深还是显得元气满满。一上来，女记者就开启了高能问答模式，问北京鸟巢演唱会刚刚结束，能不能谈谈当时的感受？换做别人，肯定围绕当晚的精彩环节展开话题。再看深深，主打一个接地气和真诚回答。因为第一次在鸟巢连续开唱，感觉这件事情在生命当中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为了屏幕前的观众感受鸟巢现场的震撼，新华社还特意剪了一段当晚的高能片段，热烈场面丝毫不逊色于当年的奥运会。随后表示，鸟巢并不是自己的一个目标，因为它太远了，太触不可及了，远到让自己不敢去设想这样一个目标。事实上，以深深的实力和影响力来看，在北京鸟巢开演唱会实至名归，并且不存在任何争议。自打出道以来，一直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凭实力说话，可他从不给自己乱立 flag。也就是说，在鸟巢开启巡演前，深深从未幻想过自己要达到什么程度，或者一定要做出些惊人成绩来证明自己，只想通过自己的音乐治愈歌迷，和所有人砥砺前行。问题二：出道10年，回想一下以前的自己和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深深教科书式回答：自己现在更有安全感，因为自己从小就不是一个太有安全感的人。而这次的巡回演唱会之所以叫 9.29Hz， 是因为人类听到声音大概是20Hz 到2W 之内，而 9.29Hz 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被听到的声音频率。觉得自己作为一名歌手来说，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被接受，或者需要有一个被接纳的过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去接受这个歌手，喜欢这个歌手。不得不说，深深的这句话确实戳中了很多歌迷的泪点。当今的娱乐圈也好，乐坛也罢，都特别注重流量，只要有强大的粉丝背景，有没有实力，压根儿就不重要。所以深深靠自个儿的实力，一步一个脚印，闯出今天在乐坛中的地位，其中的辛酸和付出的泪水，我们可想而知。问题三：周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这个问题，深深可以用很多形容词来回答。就像其他歌手一样，即便不夸赞自己，也可以适度包装一下。犹豫片刻之后，深深眼含热泪，只简单的回答了3个字：普通人。主持人问为什么用这3个字来定义自己，深深回忆童年，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因为父母很忙，没有陪伴，自己在农村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后来因为父母的努力，去了贵阳生活，上学写作文。我的梦想时，深深却写不出来，因为这个时候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小时候的梦想很简单，不要让自己上学的时候没鞋穿，没有衣服穿，不要让自己饿肚子。这就是深深最初的梦想，现在都实现了，真心觉得自己很幸福。听完这句话，令人不禁感慨，不忘初心这4个字，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问题4：如何定义一个好的歌手？深深特别谦虚地回答，自己还在寻找这个答案的路上，还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自己浅薄的理解是，唱好自己的歌，最幸福的时候，就是看歌迷声迷们的回馈，时刻都不忘自己歌迷，永远都是我们心中的小太阳。而在接下来的回答中，深深金句频出，不论主持人提出什么样的难以回答的问题，深深都会毫无掩饰，把自己的内心所想全部都讲出来，有责任，有担当，有实力，还有满满的正能量，这就不难理解。各路官媒、
为什么要频频深度采访周深了？虽然只是一段采访节目，可深深的这些走心输出，值得我们反复回味并向他学习。不知道大家看后都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